很多人讲大明宝钞为什么失败，是因为纸币滥发导致的。可是大明宝钞在朱元璋的时代并没有被滥发，反而多次停止印钞，回收宝钞。可结果呢？宝钞并没有因为减少发行重新变强，限制纸币滥发的政策反而加速了宝钞退出流通。这是为什么呢？今天的故事，我们要从洪武朝的一个士兵工资说起。大家好，我是陈无术，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在这里，你将听到历史上的财经故事，理解财政、税收、货币、证券的来龙去脉，用财经史理解今天的现实。洪武年间，一个精卫士兵领到朝廷发下来的军饷，他拿到手里的可能不是银子，也不是一串铜钱，而是一张很大的纸币。这纸上印着大明通行宝钞。朝廷规定，一贯宝钞折铜钱1000文。这是一张由皇帝的命令背书，宝钞提举司衙门官方印制的价值凭证。可士兵拿着这张钞去买米，米铺掌柜却只愿意按250文的价值收这张钞。市场对这张凭证的估值远低于凭证的法定面值。如果放在较长的一段时间来看，1000文的面值实际能值250文都算是高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这张钞终究会变成1文不值的废纸。也就是说，朱元璋的国家权力在市场面前也成了1文不值的废物。既然如此，朱元璋为何还要强行发行这种纸币，以彰显自己的傲慢和无能呢？明朝初年，财政开支实际上是很高的，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军队要扫荡元末军阀的残余势力，二是要在边境防守，防止蒙古势力反扑，三是开国元勋功臣要大量赏赐，四是要应对经常性的灾害和饥荒。朱元璋既不得不花很多钱，又不想像元朝后期那样横征暴敛，那就只能创新敛财方式，让老百姓无感支付了。中国自古缺少金银铜这些贵金属矿产，并且人们天然就有把金银铜储藏起来的倾向，能在市场上流通的贵金属货币就更少了。元朝时期，蒙古人在征服欧亚的过程中，通过掠夺、贸易和共富，积累了大量的金银铜。他们把这些金属作为准备金，在社会上发行纸币，这样可以防止民间储藏贵金属，导致通货紧缩。因为有准备金，早期纸币币值稳定，大元朝廷的信用也得到了很好的保障。可惜一段时间之后，大元朝又走上了滥发货币的老路。不仅纸币滥发，朝廷还把储藏的金银拿出去用来赏赐给贵族，或者到波斯等地去购买奇珍异宝，价值担保也化为乌有。很快，纸币就成了废纸。朱元璋建立大明后，禁止交易流通金银，继续发行纸币，也就是大明通行宝钞，同时限制铜钱的使用，铸造的铜钱极少。这套制度背后有朱元璋很强的控制欲。黄金白银容易被民间储藏，而宝钞则全部由朝廷供应。如果没有朝廷的权力背书，民间储藏的这张纸也没有意义。这意味着交易和支付工具被国家完全垄断了。可明代宝钞与元代的纸币不同的地方在于，大明宝钞不能用来兑换铜钱。别看宝钞上写着1贯，也就是1000文，但朝廷并不允许持钞人兑换。也就是说，大明宝钞的价值完全是由行政命令规定出来的，是一种名义价值凭证。只有当市场愿意接受这个名义价值凭证的时候，大明宝钞才能运转良好。但如果市场不愿意接受这个名义价值凭证，大明宝钞就玩不转了。一个国家要发行货币，就必须把货币投放到市场上。古代国家要投放货币，主要是靠财政支出，
包括开展土木工程建设、支付购买材料、雇佣工匠的费用、发放军队军饷、官员俸禄、赏赐有功之人和宗室王公，还有赈灾等等。这和现代央行通过商业银行信贷投放货币是不同的。明初的货币投放本质上是朝廷直接用自己印出来的支付凭证进行支付，再让这些支付凭证继续在市场上流通。这个办法看起来很方便，但会造成两大不可估量的风险。一是古代国家不具备数目字管理的能力，无法统计社会到底需要多少钞票，很难按照合适的市场需求发放纸币。二是物产丰富的地区要把大量的物产通过市场交换，换成交税所需要使用的钞票，或者先交换成钞票，再用钞票去买粮食，再交税。货币的需求量非常大，而国家收到钞票后，大量的发放给边境的士兵，边境呢物产贫瘠，这些士兵拿着钞票却买不到东西，这导致经济发达的地区缺钱，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却又钱太多，形成了流动性错配。洪武朝宝钞提举司的造钞能力很高，有资料估算，常态交钞约每年550万锭，这里的一锭等于5贯。如果按照19年的造钞期估算，洪武朝总发行量约为1.0450万锭。同期通过倒钞、税收和回收机制收回的约1247万锭，留在市场上的余额估计超过9000万锭，约为回收量的7倍。洪武22年1月，朝廷一次性发给边镇士兵钞1058万多锭，相当于5000多万贯的名义购买力。市场突然多出这么多拿着纸币来买东西的人，商人会怎么做？商人必然会折价，或者强制购买者使用白银或者铜钱支付价款。朝廷不是禁止金银流通并且限制铜钱吗？为什么市场上还会有白银和铜钱呢？当然会有，这就好比有些国家虚拟币交易是非法的，但在这些国家里，持有交易虚拟币的人并不比虚拟币交易合法的国家少啊。洪武8年，宝钞刚发行时一贯是1000文，到了洪武23年，朱元璋听说两浙市场一贯钞只能折钱250文了。洪武27年前后，两浙一带一贯钞折钱约只剩160文。朱元璋还没死呢，他的大明宝钞的价值已经快要死了。面对这种局面，朱元璋只能加码禁止白银和铜钱流通。洪武8年规定，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治罪，但可以把金银交出来换成宝钞。如果商人拒收宝钞，按大明律杖100。到了洪武27年，朝廷连铜钱也要收归官府，军民商贾手里的铜钱都要换成宝钞，私自使用、埋藏、毁弃铜钱的也要治罪。换句话说，这宝钞不是靠信用在流通，而是靠刑罚在强行推行。但越是如此，宝钞越不值钱，仿佛整个市场都在故意打朱元璋的脸似的。到1402年，也就是建文4年前后，如果以洪武8年，也就是1375年为基准，把1375年的价格设为100，则米价指数升到2500，白银和铜钱相对宝钞的指数升到8000，黄金相对宝钞的指数升到1万。米的价格用宝钞计价变成了原来的25倍，而换金银则更为夸张，价格变成原来的将近100倍。这说明大明宝钞在货币兑换市场上的价值比在商品市场里的价值还要低。按照一般人的理解，纸币发多了会贬值，那就少发一点。大明政府确实也这样做过。洪武13年、洪武24年，朝廷都曾经停止印钞，后来又通过税收、倒钞、回收等等安排，压缩宝钞的名义供给，稳定货币的价值。可是朝廷忘了，市场流通的不只有纸币，还有白银啊。朱元璋禁止金银流通，禁止百姓出海，私自从外国客商那里换来白银外汇，这些禁令都没有太大的效果。
即使在洪武年间禁止白银的法令最为严苛的时候，市场上依然有大量白银流通。这就好比当代美国、日本、韩国、台湾这些地方的股市能赚钱，那么中国政府再严厉禁止国民投资外国股市，也不可能有用，必然是烂尾的。白银和纸币共存，单方面调整纸币的发行，会造成什么结果呢？我们来考察这样一个双货币系统的模型。设 M 是纸币的实际购买力， S 是白银的实际购买力。U（MS） 是一个关于纸币和白银的效用函数，表示纸币和白银一起给人带来的货币便利。这里有两个重要的边际效用，一个是 U 对纸币实际购买力 M 的偏导数，那就是纸币的边际效用，表示多拿一点纸币能带来多少便利。一个是 U 对白银实际购买力 S 的偏导数，是白银的边际效用，表示多拿一点白银能多带来多少便利。其中 UMMS 代表 U 对 M 的偏导数。持有纸币和白银也有成本，就是货币可能会贬值，那么纸币贬值的速度记作派，白银贬值的速度记作 G。 如果纸币贬值的很快，人们就不愿意拿纸币，如果白银购买力稳定，人们就更愿意拿白银。所以对于个人来说，最优选择的原则就是多拿一点货币的好处等于持有这点货币的成本。对于纸币来说，纸币的边际效用等于时间贴现率加纸币贬值率。同样的，对白银来说，白银的边际效用也等于时间贴现率加白银贬值率。这里的 delta 是时间贴现率。这两个式子的意思是，纸币越容易贬值，派越高，持有纸币的成本越高。要让人继续愿意持有纸币，纸币必须提供更高的边际便利。对白银来说，因为它不受朝廷控制，因此它的购买力不容易大幅波动，或者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假设白银的购买力是恒定的，可以把白银的通胀率简化为接近为零。所以白银的一阶条件就变成了白银的边际效用等于时间贴现率，也就是在当前纸币和白银数量下多增加一点白银带来的便利正好等于时间贴现率。它对应图里的 AC 线，经济总是被白银市场约束在这条线上。那么纸币的实际余额 M 怎么变化呢？纸币实际余额的变化速度等于纸币实际余额乘以时间贴现率减去纸币边际效用。这里的 .m 就是 M 的变化速度。如果 .m 大于0，纸币实际余额增加；如果 .m 小于0，纸币的实际余额减小。我们看括号中的时间贴现率减去纸币边际效用，这里有三种情况。如果 UM 小于 delta， 结果就是 .m 大于0，意味着纸币实际余额增加。如果 UM 等于 delta， 结果就是 .m 等于0，纸币实际余额不变。如果 UM 大于 delta， 结果是 .m 小于0，纸币实际余额减小。在图中 DF 线就表示纸币的边际效用等于时间贴现率，这条线是纸币运动的分界线。在这条线上 .m 等于0，纸币实际余额不增不减。在 DF 线的一边，纸币实际余额增加，在 DF 线的另一边，纸币实际余额减小。所以 DF 线的作用是判断纸币是往左走还是往右走。 AC 线则表示白银的边际效用等于时间贴现率，因为白银市场被设定为快速均衡，所以经济一直待在 AC 线上。这就意味着看动态变化时，需要在 AC 线上看箭头向哪里走。B 点是 DF 线和 AC 线的交点，在 B 点，纸币的边际效用等于时间贴现率，白银的边际效用也等于时间贴现率。也就是说，纸币的边际便利刚好等于持有纸币的成本，白银的边际便利也刚好等于持有白银的成本。所以 B 点就代表纸币和白银同时存在均衡，这就是双货币并存。A 点在纵轴上，在纵轴上有 M 等于0，所以 A 点就表示纸币的实际余额是0，只剩白银，这就是纸币消失的均衡。在图一当中，经济沿着 AC 线运动，到 B 点附近，箭头不是朝向 B， 而是离开 B， 这就说明 B 点虽然是均衡，但不稳定。
它的意思是纸币和白银可以同时存在，但这个状态是非常脆弱的，只要稍微偏离币，系统就不会自动回到币。如果偏离方向使纸币减少，纸币实际余额会继续下降，最后可能到 A 点。A 点就是纸币归零。为什么纸币会归零呢？因为还有白银啊。如果只有纸币一种货币，纸币很难完全归零。纸币太少的时候，它的边际便利会非常高，人们会重新需要它。但现在有白银了，纸币减少后，白银还能继续提供交易功能，所以纸币不再具有不可替代性。用数学公式表达就是，当纸币的实际余额趋近于零时，纸币实际余额乘以纸币边际效用的极限等于0。这个公式表示，当纸币数量是 M， 白银数量是 S 时，多增加一点纸币带来的边际效用。当 M 趋近于0时， M 乘以 UMMS 的极限等于0。意思是，当纸币数量接近于0时，纸币的边际效用即使上升，也没有强到把纸币重新拉回流通。所以 M 等于0，也就是说纸币归零了。总结一下，白银可以替代纸币，两种货币不是依存关系，而是可以有你没我的关系。因此，纸币和白银的并存是一个不稳定状态。纸币一旦开始变弱，人们减少纸币持有，因为反正还有白银可用，这导致纸币的实际余额下降，不因纸币供应量增加还是减少而改变，最后纸币彻底退出流通。大明宝钞的失败是2个阶段的失败合力共同决定的。前期过量财政投放让人不相信它的长期价值，让它的发行方也就是朝廷失去了信用。后期在白银竞争已经形成时又压缩发行，加速让它失去流通性。从大明宝钞我们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钱投放出去之后能不能进入真实交易。我们讲货币的流动性，不能只看银行体系里有多少钱，银行愿意放贷是一回事，有没有人愿意把贷款借走是另外一回事。这几年在中国的经济里也有类似现象，一边是 M2 仍然保持较高增速，另一边是居民和企业部门贷款的意愿极弱。中国并不缺货币投放，2026年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和 M2 同比增长了 7.9% 和 8.5%， 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也处于历史较低的水平，但货币进入实体经济之后的传导效率明显是非常低的。居民和企业并没有因为利率下降、流动性宽松而增加消费、购房或者投资，这导致资金在金融体系里内循环，钱投出去之后没有形成实体需求，呈现出越投放货币，通货越紧缩的状态。政策的初衷和政策所达成的效果恰恰相反，今日之中国与昨日之朱元璋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朱元璋既要有足够的钱应付财政开支，又要闭关锁国，不准开放市场和贸易，以拓宽金银铜的来源，还要让国家的货币都控制在他的手中。这套既要又要还要的想法很有4个自信的风范，可他不知道的是，皇帝在金融体系中只能决定第1步，后面的事情就只有天知道了。大明宝钞败在哪里呢？它败在米铺掌柜压低折收价格的时候，败在地主要求用白银结算土地的时候，败在商人把金银藏起来，把宝钞赶紧花出去的时候，败在朝廷自己减少发行以后，市场发现白银已经接管交易的时候。问题的本质从来不在于朱元璋如何控制大明宝钞的发行量，也不在当代中国如何想尽办法刺激居民贷款，而在于人们为什么不愿意相信国家。统治者要少一些控制欲，要多心存让百姓真正富足起来的善念，不要再有随时锤爆一个行业的凶狠，也不要再有发现苗头不对直接烂尾的狼狈。如果能做到这些，人们还会对国家的信用失去信心吗？